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长相思2后，谭健次古装大剧震撼来袭，豪华阵容引爆期待。你有多久没有尽情欣赏过一部古装喜剧了？《武林外传》曾风靡全国，至今仍然是许多观众的下饭佳作。太子妃升职记和传闻中的陈芊芊等原本不受看好的小成本网剧，却意外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。雀刀门传奇再次让观众领略了古装喜剧的独特魅力，这是赵家班在2023年的作品。然而，今年暑期已过半，却仍未出现一部值得一看的古装喜剧。不过请别着急，桃已出手。据传言，古装喜剧《四方馆》计划在8月上映。这部剧氛围欢快，节奏紧凑。在夏日炎炎之际，观众们迫切需要一部充斥着笑点的古装喜剧，以此抚平被酷热折磨的心灵。01剧情，笑点密集，要素齐全。四方馆讲述了小官元末谭健次氏、编外人员阿树周依然氏、王坤吴杜淳氏尉迟华、阚清子氏等人如何共同破解四方迷局，携手成长的故事。透过预告和概要可以明显看出，这部剧集融合了喜剧、探案、友情和成长等多种元素。古代版整顿职场。职场这个元素在现代剧中非常普遍，特别是在许多都市剧中，频繁出现的职场剧情让人感到相当厌烦。随着国产剧逐渐与时代同步，如今职场这一元素也变得颇为盛行。然而，若论最适合这一设定的类型，无疑还是喜剧。以雀刀门传奇为例，知祥摆烂的西门常在，以其漫不经心的态度与其大侠身份的反差，制造了许多笑点。这种荒谬而又不合常规的设定，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人们的精神状态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。这部剧的主线正是古代职场生活。原本自由散漫的市井小民元末，受四方馆馆主于德水的委派，担任了一名小官。元末一向喜好美食和美酒，总是冲在吃饭的最前方。对于上司的指示能推则推，对于下属的问题也常常置之不理。他刚刚走马上任，便立刻让四方馆这种庄重的场合焕发出新的活力。这部剧已经充分展现了古代版的整顿职场。看点2：古装喜剧与探案结合。近年来，古装探案剧异常热门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《唐朝诡事录》。这部剧集也巧妙地融合了喜剧元素，因此，喜剧中的轻松幽默与探案剧的紧张、悬疑不但不矛盾，反而相辅相成，能够激发出独特的化学效应。四方馆中，元末和他的伙伴们的日常不仅仅限于嬉笑玩闹，他们还肩负了解答四方来宾提出的各种谜题的重要任务。墙上贴满了破碎的书法作品，书架上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卷宗。绑架案和爆炸案接连发生，但幕后操纵这一切的黑手究竟是谁，仍需在正片中寻找答案。喜剧元素与探案的融合，使得这部剧在带来笑点的同时，也增添了几分悬念，使剧情更加丰富多彩。导演赵启辰巧妙地平衡了古装喜剧中应有的笑点和新颖设定，使剧情更加引人入胜。他曾执导《赘婿》和《卿卿日常》2部爆款，显示出他对古装喜剧有着独特的见解。有他在把关，可以确信这部《四方馆》在剧情方面不会辜负观众的期待。02演员阵容雄厚，导演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确保剧集成功的，演员队伍的实力同样至关重要。只有当角色深入人心，戏剧才能真正成功。因此，在选角方面，这部剧可谓用心良苦。谭健次在《长相思2》中饰演的香柳，最终战死的悲壮结局，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弦。在《猎罪图鉴》中，沈翊一角的精彩演绎，也证明了谭健次是极具表演天赋的年轻演员之一。
在新剧中，谭健次饰演了四方馆的小官袁墨，其性格八面玲珑。在预告中，刚刚上任的袁墨被催促着开始工作，然而他却眼睛一闭，下巴一扬，干脆地拒绝了。谭健次将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演绎得惟妙惟肖。后来的袁墨身穿官服，姿态从容，神情坚定，俨然已是一位成熟干练的官员。谭健次出色地演绎了袁墨这个角色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，这将成为剧情的一个亮点。杜淳一直以来给观众的印象都是硬汉形象，而在过去2年中，他频繁出现在《冰雪尖刀连》等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中。在这部剧中，他饰演的王坤吴一角也可以说是延续了他之前的形象。他饰演了一个被错误贬谪的边关将领，身材高大威武，表情严肃，性格更是正直无私。王坤吴一进入四方馆便毫不客气地掀翻了馆内其他人摆设的牌桌，他紧皱着眉头，俯视着他们，脸上写满了不满和愤怒。杜淳实在太适合饰演王坤吴这个角色了。陈小云在这2年中，陈小云逐渐崭露头角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星。她在《卿卿日常》中扮演的郝佳，展现出温柔隐忍的特质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陈小云的古装造型一直备受称赞，而在本剧中，她的美貌更是达到了全新的高度。她所饰演的阿史兰是一位异域女子，满头精美首饰更衬托出她的美丽动人。从装束来看，这个角色的身份肯定非同寻常。至于她的具体身份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第5位，周依然。尽管在新生中受到不少批评，但周依然在我的阿勒泰中的表现让她迅速扭转了局面。这2部剧中的周依然证明了，相较于严肃刻板的角色，她更擅长演绎天真活泼的角色。在新剧中，她饰演了流民少女阿树，性格俏皮机敏。她在剧中的一些小表情赋予了这个角色一种自然的可爱感，显得毫不做作。周依然在本剧中的表现值得大家持续关注。此外，该剧还聚集了赵柯、阚清子、徐海乔等众多演员，所有演员的表演都非常出色，肯定会将剧中的群像演绎得栩栩如生。当我们想到喜剧，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通常是《爱情公寓》编辑部的故事和《家有儿女》。我们必须承认，相比过去，当今能称得上经典的喜剧作品确实减少了许多。剧本打磨不足是首要原因，许多笑点设计显得生硬无力，甚至有些笑话已经过时，毫无新意可言。其次，演员的演技也不够扎实。许多人以为喜剧演出轻而易举，但实际上恰恰相反。喜剧演出对演员的表演功力有着更高的要求。如果演员的表演不到位，角色就无法立住，效果自然也不会如预期那般显现。这部四方馆让大家看到了当下古装喜剧，甚至是整个喜剧领域的新曙光。只要剧情和预告中展示的质感保持一致，超越《雀刀门传奇》的水准指日可待。